好，回到寰宇全世界这个阶段，我们就来看看中美科技争霸的晶片之战呢。根据市场调查公司 Yole Group 他们的最新报告表示，中国大陆呢预计到2028年就能实现半导体制造的自给自足，而半导体制造设备方面，预计到2030年这个国产化的比率将会达到52%。另一方面呢，华为携手中国大陆的 AI 新创智谱，发布了新一代图像生成模型 GLM Image。这个模型呢是基于升腾 Atlas 800T A2 设备，还有呢生思 MySpore AI 框架。它可以说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完全使用国产晶片完成整个训练的 AI 模型。而网络上目前也传着一则爆料的报道指出呢，小米预计在2026年的稍晚就是今年稍晚要发表一款新手机，要搭载的是 X-Ring 02，那同时呢运行客制化的作业系统，并且结合在地化版本的 AI。这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代表的是小米即将继华为之后，成为中国大陆第2家达成完全本土化的中国大陆制智慧型手机品牌。吴老师，您觉得我们从整个大战略的方向来看中国大陆他们现在特别点到说，2028年要实现半导体制造。那因为整个供应链从晶片设计到晶片制造，到最后相关像封装测试，还有就是自动化的就是智慧生产的一些相关设备等于就是一条龙要达到自给自足。对于这个预判，您的看法？你刚刚用那个一条龙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因为中国大陆的确要把整个半导体产业的从上游、中游、下游，就是从这个设备软体然后到设计然后到制造一方前端的晶圆跟后端的封装，它整个都要自主建立起来，完全都要在自己手里。因为它如果不自主建立起来，中间的任何一个小的环节被卡住了，都是被卡脖子，让整个这个供应链就会瘫痪嘛，所以它的确是要一条龙。那我们看到你刚刚报道小米华为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看到的每一个环节的个别的突破。这边也看到一个泡泡，那边看到一个泡泡，突破起来，也觉得不错。那你刚刚讲的Yole Group 这个应该是一家法国公司，我去年底好像跟他总经理正好碰到面有开过一个会。那他们对中国大陆都很看好。那但是提出来这个所谓说多少年达到什么程度，这个呢不能听了就完全相信，有的时候他预测是准，是预测的，有时候是不准。那不准有2种，一种是其实提前达成，有时候落后达成。那中国大陆的目的，其实在2025，中国制造其实本来是希望到今年，就去年2025结束的时候，自制的晶片75%自给率，可是又因为受到美国这种各种压力没有达成，所以有时候大家预测会准，有时候会不准，这个是不一定的。但这可以说他意愿是非常强烈。那你刚刚讲到整个这个供应链里面，我觉得请观众朋友们要特别注意，就是设备，因为如果没有设备，你就制造不出来嘛。那中国大陆在发掘这个设备渐渐有买不到的时候，而他过去呢自己的设备商就是这个北方华创还有最近2年才冒出了新凯莱等等过去不行，但这2年进步的非常非常快，而且他也大力去支援这个部分。那这2天我有跟一个事实上是台商了不过他引进日本的器材设备，就是半导体制造设备，跟我分享一些讯息给我，就知道大陆花了很多的功夫在这个地方要加注很多的资金，大基金要投注，所以这个策略是对的。如果设备起来，我能够自己制造，我就能够供给这些晶圆厂制造出自己要的设备，封装厂能够封装最后的晶片。然后你刚刚讲的小米、华为手机等等，这都是最后的终端就有晶片可以用了嘛。所以它整个的流程是这样走。那这个速度呢，到底是2028年的还是30年等等这个看你每个人定义不一样。但只可以讲就是说，真的是在快跑前进，而且那个意愿非常强大，对，非常强大。所以大致的方向其实都是一致的，只是说时间的早晚而已。对，我是按照你刚刚就从大战略角度，所以我才用大战略角度来讲。如果你以后再提到很多个别的案例的时候，可以从很多个别案例再回头来看这个大战略推进的。这个进度怎么样？而且现在包括连台湾也是就是我们看到，其实，在科技产业这边有很多的厂商已经推出所谓的 AI PC， 就是结合了 AI 功能的个人电脑。是。那接下来呢，当然每一个人的终端设备就是 AI 手机这个未来也是科技厂商要突破的焦点。刚刚吴老师特别点到了一个重点，也就是说呢，中国大陆的晶片研制下一个阶段要寻求的突破点，就是在于设备了。当设备如果能够达到水准的话，它所制作出来的晶片就一定也能够达到水准了。那华为现在推出说要全部国产化晶片，而且是已经推出了国产晶片的 AI 模型小米也说呢，要推出全国是第一部国产，全部都是国产的智慧型手机。这是不是意味代表说在科技上
已经非常清楚了，原则上就是跟美国的科技，我就完全的断链脱钩，怎么看？好，这个上个月我去了一趟深圳我去了一间这个华为的这个展间，结果我倒没有看什么华为的手机，但是我看了一个东西这个是华为的 M9 华为的 M9 智能车。它这个M9 智能车其实我坐进去之后，我真的感觉到一个蛮强大的一个冲击是怎么样嘞？你可以看到它整个前面那个仪表面板它完全是用一个3大片的这样个这个多那个显示幕这样连接在一起，让你有置身于这个 F35里面座上的这样一个感觉。那当然，你今天你要做这个东西，其实F35就是这样。其实你刚讲，刚刚做到这个东西，你要能够做到这个程度的话，其实你的晶片变成非常重要一个部分。因为现在美国对中国大陆的这个晶片全面制裁或甚至于管制的这个情况下，当然最近有个新闻我们看到那个 NVIDIA 还有一个那个晶片，然后那个美国已经商务部已经给了他一个输出许可结果现在反而变成说中国大陆不要了。你说中国大陆不要这个事情这个后面所代表的这个战略意义为何？是第一，今天那个中国大陆已经认为你美国能够提供到 NVIDIA 这个层级的这个晶片，我自己已经能做了吗？还是说我今天我为了要争一口气，像我们刚刚看到你说一台华为这个 M9 这个智能车你说要光是弄这一个3大片的这样一个这个那个多功能显示板，它后面其实所牵涉到这个硬体晶片这个部分数量也相当可观，因为其实你发现我发现中国大陆这个所谓的智能车，也就是这种电动车，它那个车主跟这个驾驶之间这个互动性我感觉已经不是我们现在在台湾看到那种一般的欧美这种厂牌的这个电动车就智能车的互动的这个程度，已经远远超越。所以未来它的整个消费市场上对于 AI 晶片的需求是非常大的。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他今天已经能够包含像刚刚吴兄讲的，能够在这个那个制造、封装、测试等等过程中，已经能够达到自给自足水准的话，那你说我干嘛还有 NVIDIA 晶片？是，所以就变成说，这次你可以看到美国宣布这个那个开放 NVIDIA 一款那个降阶的这个晶片给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反而说我不需要，没什么需要。但是当然你说中国大陆做的到底好不好，也没有人知道，因为中国大陆它本身现在面对是一个非常封闭的这个内需市场。今天中国大陆内部的市场非常大，也就是它的东西往往很多推出一个产品之后，可能整个中国大陆内部大概就消化光了，甚至于你说就是那个一句台湾话常说嘛，就是那个生吃都不够，更何况拿来晒干，对不对？其实他做很多东西很有这样一个味道况味在里面，所以这时候你说他的东西到底跟外面人比较起来好在哪里？也的确那你说在国外市场上能够拿到的样本等等来说，相对来讲，我觉得要能够全面且普遍的观察中国大陆的那个 AI 晶片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的确也不是那么容易。但是不可否认的，中国大陆在发展自己的这个 AI 晶片以及各种晶片的这个就细晶圆产业上，它所投注的这个资本，然后以及它所希望达到的这个成就，的确它变成是一个国家级的战略目标。而且我觉得未来在15-5或16-5这个计划里面，都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最重要就是要能够完全摆脱美国的钳制。OK， H200最近被禁用这个事情这个我请胡老师快速 echo 一下。他讲对就是肖伟忠讲对，就是中国大陆拒绝，但是绝对不是一片都不买。那有些民间厂商在某种条件之下可以买，但是摆出这个姿态来就很难涨价至少也是一个谈判的筹码，也是个压力NVIDIA 就很难再涨价嘛，或者卖起来就会比较困扰。OK， 好，中国大陆现在拼的是全面的自主科技自主化那确实成绩也是有目共睹。市场调研机构IDC 他们有一份最新的报告也显示说，华为，因为我们现在谈到华为，华为呢从2019年被美国实施了科技封锁之后，在2025年成功的重新夺回了中国大陆智慧型手机市场的冠军宝座，市占率呢是16.4%。那位居第一名，出货量达到4670万台。至于第二名的是苹果，这个 Apple 呢以4620万台紧追在后，市占率是16.2%。那虽然说苹果受到新机种iPhone 17的系列带动，2025年第4季度的表现非常的强，在中国大陆的市场出货量大增了21.5%，但是最终销售成绩总的来看还是不敌华为。现在华为重新拿下了中国大陆智慧型手机的市场冠军宝座它要凸显跟代表的意义，我们怎么看呢？马老师？我觉得就是中国大陆的产品，它这个特色啦，就是它的价格确实在功能类似的状态底下，它是可以比较低的。比如说我把这个就是华为的 Mate 80它的旗舰机，然后我找一个跟这个 iPhone 17做
同级的这个手机，大概两者之间的新台币差价大概是15000块。那你可以看到，现在全球的通货膨胀这么厉害，其实消费者最在乎的就是荷包。所以我觉得在价格的优势上面，华为它会很容易卖赢这个苹果手机。而且这个状态，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这个去年的这个4670万台的这个华为手机，它赢过苹果，可是这个状态还是在华为被封锁的情况底下，它还是在某一些国家被禁卖情况，它还是个卖这么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回到资本主义的逻辑里面，就是价格它其实决定了很大一部分，价廉又物美，没有错。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其实大家在换手机的时候，大家考量的点就是，开始耗电了，电掉得很快，所以我想换。再来就是上网速度很慢。那我觉得大家 care 的这些东西都差不多。那你通常不会做横向的比较，你只会跟你的上一台手机比，所以后面出现新的永远比旧的好。所以消费者我觉得他在横向的品牌的这个比较上面，事实上我觉得他们没有这么在乎不同品牌的这个差异，而是跟他自己上一台比哦。那刚才接着就是 H200这个话题，其实中国现在在自制的方向，我觉得是非常明确，不要小看举国体制，他们做出了先前在这个叫做上海辉升就做出了他们的 DUV 这个深紫外光刻机，这除了艾斯摩尔之外，没有人做。去年的12月，就2025年，路透社的报道，在深圳他们已经做出了这个 EUV， 就极紫外光刻机的原型机。那我觉得这些是一个很重要的 sign， 就是说全世界除了艾斯摩尔没有人在做光刻机，但中国自己开始自制，现在有原型机了。本来说这个美中之间的科技差异差到可能10到15年，这是拜登时期讲的，可是现在已经走了6年了，所以你会陆续看到它的自制率开始变高，所以。中方对海关说，非必要不要让 H200进来你除非非常必要。那我觉得中方也在打一个算盘，就是因为美国的策略很简单嘛，你快要发展出来，我就卖给你，那你就发展不出来。那我觉得现在他就倒过来操作，就是我就不用你的。然后目的是用我的市场去养我自己的晶片跟整个生产流程，从上游到下游。那我觉得现在慢慢会看出一些成果，包含上海复旦他们做出一种石墨烯的这个材料的晶片，这也跟过去完全不一样。过去都是以矽为主体，但是石墨烯它的导电速度更快，而且它处理热能的效果更好。所以我觉得在美中贸易战的过程，其实它逼着，其实它逼出了中国大陆的某一些自制的能力，那我觉得这个是未来应该是不容小觑。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在于说，未来大家拼 AI、拼科技自主呢，其实由国家主导呢，那中国大陆已经表明了未来厂商所需要的，包括土地，还有呢便宜的电力，国家可以给。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